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你们推荐一本足以改变我们思考方式和生活态度的书籍《今日简史21 Lessons for the 21st Century》。这本书的作者是尤瓦尔·赫拉利 （Yuval Noah Harari），一位享誉全球的历史学家，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和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揭示了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和机遇。赫拉利教授的著作《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已经为我们描绘了人类从远古到未来的宏大图景，而《今日简史》则将目光聚焦于我们当下所处的时代，探讨了科技、全球化、政治、宗教、文化等各个方面对人类未来的深远影响。这本书不仅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刻反思，更是一本指导我们如何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中生存和发展的指南。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信息爆炸、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如何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出明智的决策？这个问题不仅关乎我们个人的未来，更关乎整个人类的命运。今天，我将通过《今日简史》这本书，为大家提供一些答案和启示。1. 科技与人类的未来。赫拉利在书中首先探讨了科技对人类未来的巨大影响。他指出，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技术等领域的迅猛发展，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赫拉利运用了技术起点这一概念，指出科技的进步可能会超越人类的理解和控制能力。这种起点不仅会带来巨大的机遇，也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例如，人工智能可能会取代大量的人类工作，导致失业率上升；大数据可能会侵犯我们的隐私，使我们失去对个人信息的控制。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赫拉利建议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教育的意义和方式。我们需要培养一种终身学习的态度，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以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此外，我们还需要加强对科技的监管，确保科技的发展始终以人类的福祉为前提。赫拉利在书中写道，在21世纪，无用阶级的概念可能会成为现实，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将取代大量的人类工作。许多人可能会发现自己失去了经济价值。这个观点虽然听起来有些悲观，但却提醒我们必须正视科技带来的挑战。2. 全球化与文化认同。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趋势，它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交流，但也引发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赫拉利在书中探讨了全球化对文化认同的影响，指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保持文化的多样性和独特性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赫拉利运用了身份认同这一概念，指出全球化可能会削弱人们的文化认同感，使人们感到迷茫和失落。这种认同感的丧失可能会导致社会动荡和冲突。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赫拉利建议我们必须重新定义文化的概念，认识到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和演变的。我们需要培养一种全球公民的意识，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也要尊重和包容其他文化。赫拉利在书中写道，全球化带来了经济的繁荣，但也带来了文化的冲突。我们必须在全球化和文化认同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观点提醒我们，全球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一个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和调整的过程。3. 政治与权力。赫拉利在书中还探讨了政治与权力的关系，指出在当今世界，权力正在从国家向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转移。这种权力的转移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例如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有效的治理。赫拉利运用了权力分散这一概念，指出权力的转移可能会导致国家主权的削弱，使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面临挑战。这种权力的分散可能会带来更多的合作机会，但也可能会引发更多的冲突和混乱。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赫拉利建议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国家的角色和功能，认识到国家并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我们需要建立一种多层次治理的模式，将国家、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不同主体纳入到一个共同的治理框架中。赫拉利在书中写道，在21世纪，权力正在从国家向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转移。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治理模式，以应对这种权力的转移。这个观点提醒我们，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当今世界的需求，我们必须探索新的治理方式。4. 宗教与信仰。赫拉利在书中还探讨了宗教与信仰的问题，指出在当今世界，宗教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减弱，但信仰的需求依然存在。人们需要一种新的信仰体系，以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赫拉利运用了信仰需求这一概念，指出信仰不仅仅是一种宗教现象，更是一种心理需求。人们需要信仰来获得精神上的安慰和支持，以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为了满足这种信仰需求，赫拉利建议我们必须发展一种世俗人文主义的信仰体系，强调人类的价值和尊严，倡导理性、科学和人文精神。
这种信仰体系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赫拉利在书中写道，在21世纪，宗教的影响力正在逐渐减弱，但信仰的需求依然存在。我们需要一种新的信仰体系，以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这个观点提醒我们，信仰不仅仅是一种宗教现象，更是一种心理需求。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新的信仰方式来满足这种需求。5. 幸福与意义。最后，赫拉利在书中探讨了幸福与意义的问题，指出在当今世界，人们对幸福的追求越来越强烈，但对幸福的定义却越来越模糊。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幸福的真正含义，找到一种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赫拉利运用了幸福悖论这一概念，指出对幸福的过度追求可能会导致不幸的结果。例如，对物质的过度追求可能会导致精神上的空虚和孤独。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赫拉利建议我们必须重新定义幸福的概念，认识到幸福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上的满足，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充实。我们需要找到一种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例如通过帮助他人、参与公益活动等方式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赫拉利在书中写道，在21世纪，幸福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概念，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幸福的真正含义，找到一种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方式。这个观点提醒我们，幸福不仅仅是一种物质上的满足，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充实。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来获得真正的幸福。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今天要为大家分享的今日简史的主要内容。这本书不仅为我们揭示了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挑战和机遇，更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和行动指南。赫拉利教授在书中反复强调，面对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勇于接受新的挑战，不断学习和成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找到一种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方式。那么，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赫拉利教授在书中给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例如1. 培养终身学习的态度，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以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2. 发展全球公民意识，在保持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也要尊重和包容其他文化。3. 建立多层次治理模式，将国家、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等不同主体纳入到一个共同的治理框架中。4. 发展世俗人文主义信仰体系，强调人类的价值和尊严，倡导理性、科学和人文精神。5. 追求真正的幸福，找到一种真正有意义的生活方式，例如通过帮助他人、参与公益活动等方式来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赫拉利教授在书中写道，在21世纪，人类的命运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共同面对挑战，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这句话不仅是对我们每个人的呼唤，更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呼唤。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阅读今日简史，践行书中的理念，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谢谢大家，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分享，也希望你们能够从中获得启发和力量。如果你们对这本书感兴趣，不妨找来读一读，相信它会给你们带来不一样的思考和感悟。最后，我想用赫拉利教授的一句话来结束今天的演讲：未来不是被给予的，而是由我们创造的。让我们一起努力，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谢谢大家。